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赶快来看到，我们今天要关心到的是北京这一回对日本祭出的3连击是全面的启动，尤其我们今天会在经济上啊、军事上面等等的层面，还有半导体的这个调查上面来做检讨。先来看到哦，这个3连击包括了有稀土、半导体跟渤海的军演，要掐住日本的命脉。那么日本则是祭出这种光阻剂来反制，能不能有效呢？今天节目一起来关心。好，赶快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全面封锁了，从这个经济面，我们看到他做出的事情，就是在稀土跟有关于2氧细烷针对日本出手。那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会因此而直接断链，甚至现在预估这个损失金额达到数十兆日元吗？第二件事情在军事层面，我们来做解读，就是大陆它连续的在渤海这边的高强度军演，是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贺阻吗？还是单纯秀秀军事肌肉，战力到底有多强呢？最后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日本则是做出了它的反制，是利用它的光阻剂当做它的最强王牌。大陆会不会被卡死，还是早就已经准备好自给自足，可以做全面脱钩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刚刚讲的是大陆的3连杀，所以包括从经济、军事到科技都有，而且是连着好几天一连串的各种制裁。首先看到6日，商务部已经宣布了全面升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各种物资的出口管制。那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在最关心的就是稀土的管制对日本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第二个冲击就是7号的时候对日本制的这个晶片关键材料2氧细烷来启动反倾销调查。要知道，每一年日本出口给大陆非常多的2氧细烷。最后我们来看到是渤海这边举行的军事演习，直指战略核心，对日本的冲击，赶快立刻的来看到。有关于稀土啊，日本其实非常的依赖大陆的稀土，占比更是最多高达了70%。现在来估算，靠着稀土要做的产品，每一年将会超过10兆日元。现在没有稀土了，日本怎么办呢？第二个事情，对于日本的冲击就是刚刚说的2氧细烷，每年呢日本出口幅度高达了4000公吨啊。那现在大陆呢就是要针对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出口2氧细烷的公司来特别做反倾销调查，这边直指3家公司，包括了信越化学、发商业空、日本子公司跟三菱化学等等。最后是在渤海的演习，为什么这边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这边是经济暨出海的门户，从去年开始它就已经连续禁航了，紧张情势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是在明显的升级当中。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了，这一连串的制裁对于日本来说到底有多伤？有没有可能直接伤到日本的产业命脉？当然会伤到啊，因为这一次跟10年前的稀土的管制就不一样了。10年前的稀土管制是政策工具性的，这次是制度法律性的。制度法律性的，也就是说，它有1000多项产品都是在管制的范围内。管制范围，那也就是要经过批准啊。这个不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厂商，把这些军民两用的物项卖到日本去，也经过第三方。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假设或是台湾，你向大陆进口的稀土，然后你加工制作成为一个例如说磁铁好了，然后你再把它卖到日本去。那对不起，你要经过大陆的同意，那就是第三方的一个管制。而且呢，也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没有经过中国大陆同意，你是偷偷的卖给大陆的话，卖给日本，你可能要接受法律上的责任哦。那也就是说，大陆就有权利对你完全断供。这个对于台湾也好，或是对于其他的任何第三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就很高了。我们一般做生意的人来讲，你风险越高，他就越不愿意做嘛。要不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要给我更多的钱。那这样的话，我还有可能因为钱而铤而走险。另外，日本它要不就是采用美国的方法，也就是透过这个走私的方式例如说透过废料或者透过各种走私到缅甸或者第三方的时候再出去。但是你看大陆现在很多的贵州的有一些人都被抓了，有一些官员都被抓了，
有很多的这些走私的这些矿产的这些人都被抓了，这代表什么？他们的执法是越来越有效，而且是越来越严格。好，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当你日本如果没有办法充分的或者是很稳定的从中国大陆那边你获得你所需要的中重稀土的话，这个对于日本的工业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不只是汽车工业啊，这个半导体啊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基本上日本要发展，那就难度就很高了。因为你以日本来讲，你飞机制造 F1、F2，或者是你要跟意大利你要跟英国合作，那对不起，你只要跟日本合作的话，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那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5代战机对日本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夭折了，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把日本引进来，或许我就没办法从中国大陆那边拿到我战机所需要的永磁土，我的磁铁没有我根本没办法这样做。好，那不管是导弹034，或者是12.4，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话，甚至你连军用卡车、军用车辆，那甚至连甲车、装甲车，你所需要用的发动机，那你可能都没办法了，因为它都需要用到磁铁，可能都没办法。好，那这次谈到的是第2号公告，也就是说这是2026年中国大陆出来的第一个公告，就是对于这些所有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全面性的管制。第2份公告就是对您刚刚讲的这个二氯细烷，二氯细烷在大陆他们叫做二氯二氢硅这跟我们台湾的名称不一样，但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在晶圆做晶片的这一层薄膜。我们要问的是，大陆有没有替代品？有了大陆已经有替代品。那日本原本占全世界的份额多少？8成。它在出口这个部分占全世界是排名第2，但是它占有全世界的比重8成，所以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工业也很大的一笔这个收入。对。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基本量占全世界多少？总生产量在今年来讲，绝对会超过40%以上，有人估计可能会到50%，也说不一定。例如说成熟制成的晶片，中国大陆就占了70%嘛。这个12寸晶圆的28奈米你可以知道中国大陆几乎在全世界占有7成，所以你晶片生产多少，你就要使用到这个化学原料，要使用到多少。那以大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如果说我晶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1半以上的话，那你日本等于是我出口的这个4000公吨，我等于是有1半以上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那从现在开始启动调查，如果1年以后说你有反倾销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请问一下，它的关税如果是285%，或是400多，或是600多，那是由中国大陆自己来判断，你基本上都卖不进去大陆，你根本没有大陆市场，那你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当然跌嘛，它的整个营业额会往下降，它必须要进行裁员减少人员，它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小。那中国大陆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它用1年的调查时间，所以等于是给中国大陆1年去准备它的足够的募集的基金，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到说，哇，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有未来，因为拥抱自己的国内的市场都吃不完了，那很多的基金就会投进去，它的公司规模一下子会扩大。它把它的产能准备好以后，明年调查一旦结束，然后你日本的产品开始卖不进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产品开始补货来接你的市场的缺额。这个情形对日本的未来来说，这些公司搞不好连存活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低。好，刚刚特别看到是这一次大陆的3连杀，特别针对了经济，还有针对了他们的这一些高科技公司做的击杀。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在军事上面，就是在渤海这边的演习，这3个击杀，将军又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冲击？我觉得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这个跟涉台有关的言论之后，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各项采取的措施是接连的连环拳，接连不断。除了在经济跟科技方面，军事上面也是不断的加码，而且没有停止过。从去年我们刚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海好几次的军演，
那另外钓鱼台那边，中国也加强战备警巡的能力。另外，在日本本岛周边来讲，它除了说用辽宁舰到穿过宫古海峡到日本的东部海域去实施所谓的战备警巡之外，它也跟俄罗斯合作实施联合空中战备警巡。然后俄罗斯所用的图95战机的航线跟这个解放军所用的轰6战机刚好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之势。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此告结束了？我觉得没有。在今天我们又听到一个更新的最新的一个军演的一个讯息，就是解放军又要在渤海实施军演。那这次渤海军演跟以往的几次有什么不同？这次很明显的是用了4艘055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做军演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地点它选择在渤海，渤海有2个意义。第一个，它是曾经甲午战争发生的地点，所以说大陆来讲的话，它选择这个地方来做演练，很明显的是要汲取国耻的教训，激发全民同仇敌忾的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认为选择在渤海，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它要捍卫它的中枢所以天津、北京、天津还有这个河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中部战区的划分来讲，它属于是中部战区，也就是它战略预备队的核心所在位置。我们知道大陆战区分为东南西北另外还有个中部战区。那中部战区就是核心的位置，也就是除了巩固经济的安全之外，也就是整个国家战略预备队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军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大陆也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队委对他动手？那当然我们不认为说是美军会异想天开、愚蠢到对中国大陆来实施所谓的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对军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要做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也因此，他用了4艘驱逐舰055这种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摆成一列，所以严阵以待。那1艘055的战力有多强呢？我们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所谓航母战斗群不管是辽宁或者山东航母战斗群，它通常所编配的带刀侍卫就是055，大概只有1艘。那也曾经在演习过程之中，单独1艘055驱逐舰，就是南昌号，它单独去单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这种战在这个之前的演训也曾经发生过。第3个你知道吗？曾经有1艘055驱逐舰带着1艘的这个补给船，还有1艘054护卫舰，它就可以远航到澳洲、纽西兰去绕了一圈回来。所以光1艘055的战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次居然用了4艘，而且是摆在这么窄一个渤海海域，可见呢，大陆来讲用军事威慑日本的决心是不会停止的。第3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会形成一种常态化，因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军事演习的这种力道没有看到它放轻。所以我认为之后，这次055的在渤海的军演之后，一定还会再看到紧接着而来，解放军还有在这个所谓东海地区的军演。那这个方面，可能日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方面可能解放军如果说是高市早苗不收回相关言论，那大陆在这个地方的军演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军演。好，大陆的3连杀，科技、经济，还有将军刚刚特别帮我们强调的，大陆解放军正在加强它的军事化的军演，秀出它的威慑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那日本呢，看到各种的状况，它现在则是祭出了反制，但是重点是有没有效呢？日本祭出的反制的最后王牌是它的光阻剂。目前我们来看看光阻剂对于日本来说有多重要，因为日本掌控了全球70%的光阻剂市场，尤其在高端的 EUV 光阻剂更是掌握市占率高达95%。瑞银也评估了这张王牌可以让日本好好的使用，一直用到2030年。当然，北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也赶快来追赶。去年已经完成光阻剂的一些测试标准，解决了目前的显影的一个缺陷。那2年前国产化已经突破了10%，目标在今年2026就可以达到40%。中国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全面脱钩了吗？日本这一次的反制会不会把中国卡死？委员又怎么看？没办法卡死。为什么？因为光阻剂有4种，第一种叫初阶的，叫 I-line， 那成熟制程大部分用这个做光阻剂，那中国大陆大部分成熟制程，所以用这个 OK 自己生产了100%不用担心。那第二个稍微比较高阶一点，叫 KRF，这个 KRF 这种光阻剂呢，
那这个叫做中阶光阻剂，那中国大陆用很多，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价钱稍微贵一点啊，比日本是比较便宜，而日本故意在杀这个市场嘛，哈。那第三个就是 ARF， 好，这个算是中高阶的光阻剂，那中国大陆也能生产，但被认为品质没有日本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买不到，将就一下也 OK， 也可以用好。然后最重要是 EUV 的最高阶的光阻剂，中国不需要用，为什么？中国没有那种 EUV 光刻机，所以用不着啊。所以目前来看，日本要用光阻剂这个反制，目前有困难，做不到，而且还会失去市场啊。以前呢，他们2019年到2020年用在韩国身上有效。因为韩国当时 DUV 已经 OK 了，好，而且自己的这些做光伏剂的哈，做不太出来。是，但是对中国来讲，目前没有办法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光伏剂什么卡死啊，那不必，不用担心哈。最重要就是说，中国的 EUV 光刻机或者最高阶的那个 ARF 哈，也在突破当中。但是中国这边用量不大。所以要卡死，做不到。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